在上的穆家大小姐匍匐在我脚底下，可真是让人心情愉悦。蓉蓉，你说你来看这个贱人干什么？有这时间，我们不如……哎呀，讨厌！江柔柔、梁墨尘，我费尽心思的帮你们挤进京城，直上青云，你们却给我下药，把我关进地下室折磨。你两个白眼狼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19念，你死定了！你外公啊，他突发脑溢血去世了。哦，还有，你那个富家三少被你赶跑，不要你了。我倒是要看看谁会来救你。外公怎么会死？是你们搞的鬼，对不对？贱人！姐夫，你听听，他刚刚骂我贱人呢。妈的，说话就别说话！傅景琛吗？不会的，我伤他那么深，他怎么会来？好不甘心就这么死了，真希望一切可以重来。梁墨尘，19年，你是有多喜欢那个男人，敢在我的床上用他的名字？傅景琛，我居然真的重生了！昨天晚上跟你翻云覆雨的男人，不知道是谁了吗？你放开我！19念，你现在是我的妻子，和梁墨尘再无可能。你最好打消那些不该有的念头，否则我会亲手剁了你。墨尘哥哥，为了我们两个以后的未来，你呀就委屈点，玷污了这个19年，到时候啊毁了他的清白，他就只能任你摆布了。这样，江家穆家都是我们的。柔柔啊，你放心，我的心里啊只有你。你先出去，我等会儿再来啊。哎呀，讨厌！哈哈哈。拖下去，打断他的手！如果你不想梁墨尘死的话，最好把眼泪给我憋回去。傅景琛，我能去地牢看看他们吗？你就那么想见那个奸夫？我要见你。行，去见。只要你见了别哭就行。姐姐，娘娘，你让他们把我们放了吧。哟，这就生气了？19念，你的小白脸受伤了，你是不是想给我来几刀啊？娘娘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叫我念你？姐姐，你是疯了吗？你怎么能这么对墨尘哥哥？是不是傅三少逼你的？他威胁你？我和傅景琛已经结婚了，他现在是我老公，能对我做什么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娘娘，你怎么能跟他结婚啊？我不和他结婚，难道和你？嘿！傅景琛，你养了狗对不对？能把它牵过来吗？你舍得吗？我是你傅景琛的妻子，如果舍不得，也只会舍不得你。别的男人死了我都会多碰碰。傅侯，在。娘娘，你身上做什么？
帮我教训他。够了，复活，把他们衣服都扒了，再喂点春药丢出去。不是喜欢给我下药吗？我10倍100倍的还给你们。啊，耳聋呢？没有。傅景琛，腿好疼啊！装模作样。抱抱我好不好？腿真的疼。刚才你在床上。这是你自找的。19年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今天这一出又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，之前是我眼瞎，识人不清。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领证了，我会好好做你的妻子。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小骗子！你睡你的，我不碰你。我只是还有点不习惯。我19年，你给我滚回来！你看看你做的什么事儿！你把你妹妹的名声全毁了！你这个贱种，和你妈一样，恶毒至极！行，我回来。昨夜，著名影帝江柔柔与豪门公子梁墨尘当众野战，尺度之大令人瞠目。江柔柔青春玉女人设彻底崩塌，闪逆之路破。妈，这下怎么办？这下以后我的星途就全毁了。老公，这几年我一直把念念当做亲生女儿一样看待，不管她做什么，我都忍着护着。这次她也太过分了。哎，就这个贱人回来了，这次我饶不了她。19年，你看你把你妹妹害成什么样子了，赶紧跪下给她道歉。给他道歉，他也配？我看你就是欠揍！江文任，你敢动我，信不信我拧断你的手腕？老公，妈，19年，你竟敢对你爸动手！妈妈，我平时是这么教育你的吗？给我闭嘴！我妈妈可是尊贵的穆家大小姐，可不是你这种上不得台面的小三。19年，你竟然连生你养你的父母都不放在眼里，我看你就是跟你妈一样，都是犟骨头。你再敢说我妈一句，老子今天不但说了，老子还要打死你！来人，给我把他绑起来，一定要抽死他！主子好。这拿着皮带，这都是傅三少。哎呀，三少见笑了。我家这个逆女啊，败坏她妹妹的名声，我正准备教训教训她呢。不知三少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呢？我傅景琛的妻子，还轮不到你来教训，找死！什么？你们结婚了？江柔柔没有告诉你，我和傅景琛已经领证了。哎呀，误会，没什么好误会的。反正我今天来也是来找你算账。这栋房子归我了，给你们30分钟时间收拾东西，滚蛋！19年，你我是你父亲呀！我的好父亲啊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是入赘进来的。这栋房子本来就是我妈妈去世之前留给我的，是你不要脸的从我手里抢走了。赶紧签了。我不签。不签。我签。我签。19年，你有病啊！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你疯了！19年，我可是你爸，你敢这么对我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干嘛？
以为我不知道我妈妈是怎么死的。行，你们就跪在她坟前，好好忏悔吧。19念，你不过就仗着傅三少喜欢你罢了，你在得意什么？是我就是仗着我老公喜欢我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柔柔，你们看好他们，我们走。哎呦！你怎么了？你回江家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醒来没看见你，所以就……你不知道打电话吗？要是我没赶到的话，你是不是又要挨打了？我身手很厉害的，他们打不过我。那是我自作多情，白担心了。哎呀，我知道你是关心我，乖。19念，我发现这2天你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嗯呢？你还喜欢吗？想什么呢？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我媳妇。多吃点。19念，你这个蠢女人，不许你欺负我三哥！你犯什么病了？三哥，你怎么能跟这种蠢女人在一起吃饭？哎，你不怕她？叫嫂子。哦，她算哪门子嫂子啊？我和傅锦琛领证了，你当然要叫我嫂子，而且让你叫我嫂子。怎么可能？三哥，你真和她领证了？你可不要被这女人给骗了！哎，她以前可是一直跟在梁慕辰屁股后面的，在海市谁不知道？她以前为了梁慕辰要死要活的。川儿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在非洲那边还有一些空缺，要不你去试试？三哥，我错了。哎，我先走啊，我先走。傅锦琛，你生气啦？生我的气？知道我生气了，你不知道哄哄我？好，那你别生气了。19年，我要你吻我。你不是说要好好做我的妻子吗？你这是要食言吗？主子，夫人上热搜了。要不我先出去，您和夫人继续。慢着，你刚刚说什么热搜啊？江家人和江柔柔在网上发声，说您陷害亲妹妹，把父母赶出家门。您现在被网友骂上热搜了。要不我帮你解决？不用。我的意思是，再等等，等网上再发发酵，然后再锤死他。行啊，现在变聪明，知道有气吗？那是。梁先生，你现在伤势怎么样了？和19念有什么关系？梁先生，请你说一下与江柔柔的丑闻实情，真的是19念陷害你们的？大家好，我是梁墨尘，柔柔说的是真的。那19念为什么要这样对你们呢19念喜欢我，一直纠缠我，可是我心里只有柔柔，所以他就要毁了我们。19念，我对你太失望了，我跟你以后不会再有瓜葛，就算你是柔柔的姐姐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你在干嘛呢？没什么，找点资料。我让复活找到的那2个人算计你的视频。谢谢啊，你还挺懂我的。19念，江柔柔，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19念，你不是想毁了我吗？现在自食恶果，被全网黑的感觉如何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和我道歉，就等着成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吧。是吗？那你想让我怎么道歉？当然是要当着所有媒体记者承认是你陷害我，然后向我下跪求原谅呗，最后恭恭敬敬的把我爸妈请回去。行啊，
那你等着明天的记者招待会吧。明天可以把你的金牌律师团队借我用一下吗？可以，不过我有什么好处？够了吗？江小姐，江小姐，听说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是19念特意为您准备的，说是要澄清丑闻，向您道歉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谢谢大家的关心。今天的发布会确实是姐姐举办的，也是她邀请我们来的。至于是否澄清丑闻和道歉，那可能要等她本人来了才知道。如果那是道歉的话，江小姐，你会选择原谅他吗？当然，我一直把9念当做我最最敬重的姐姐。虽然这次她做了这样的事，但我们毕竟是一家人。如果她向我道歉的话，我一定会原谅她的。而且，我也不想让妈妈太难受。念念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我疼她胜过柔柔。可能是我教的不好吧，她才会做出这种事。我对不起念念，更对不起柔柔。妈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。姐姐她只是一时糊涂，为情所困，才做了这样的事。所以江小姐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现在与梁墨尘先生是什么关系呢？你们是在一起了吗？这个，之前我与柔柔互相暗恋，因为顾忌19念的感受，所以一直没有表白。但是经历这个事之后啊，我们已经表明心意，在一起了。希望大家祝福我们。江先生，我想问一下，对于19念小姐做出伤害亲妹妹的事，您有什么想说的？我能有什么想说的？就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和妻子呀，辛辛苦苦把她养大，柔柔对他也是掏心掏肺的，却想将我们赶出家门，还想毁了柔柔。要不是我妻子和柔柔劝我，真想和他断绝父女关系。断绝父女关系吗？我如你所愿。石小姐来了。江文瑞，你想和我断绝父女关系？那正好，我带律师来了，等会儿一起办。19念，你什么意思？姐姐，爸他只是一时气话，你怎么能跟他计较呢？再说了，你不是说要澄清丑闻吗？你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？就是呀，既然你已经知道错了，那就赶紧给记者媒体朋友们解释清楚啊，否则呀，你就别想让我认你这个女儿。你可以算计我，但我不允许你伤害柔柔。赶紧跪下道歉，要不然我起诉你。就凭你，看来你们还是没有搞清楚，我开记者招待会可不是为了给你们道歉的，而是要彻底锤死你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到底是谁算计的谁？我的证据可不仅仅只有视频，这些可都是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些我明明人删，找人删了是吗？随便找一个黑客就可以恢复的东西能有多难？哦，对了，来之前我已经把所有证据都公布到网上了。江如、梁墨尘，你们已经被我起诉。什么？你竟敢起诉柔柔？妈，19念，她可是你妹妹，你竟然为了这点小事就起诉她，意图毁我清白，想谋夺江家和穆家的一切，叫这点小事儿？我告诉你，他们这种行为叫强奸未遂，是想谋财害命。我会告到他们锒铛入狱为止。哦，还有，我妈妈去世15年，隔年你就带着比我小1个月的江柔柔进门，我可没有一个私生女的愿望。私生女？我不是的，我不是私生女。你个逆女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这样说你妹妹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江文润，你一个凤凰男，你靠我妈才发的财，最后你却抛弃妻女养小三，你都不要脸，我要什么？你，我打死你！傅景琛的妻子，看一下试试。
好了，别浪费时间了，把律师函给他们。还有，江总想要断绝父女关系，那也一定办好了。江柔柔小姐，梁墨尘先生，这是你们的律师函，你收好了。还有，富士集团也对网暴19念小姐涉嫌违法的网友提出了诉讼，名单已在官网公布。现在原告成被告。诸位等着接收律师函吧。喂，江姐，江柔柔，你他妈的上热搜了！什么？我不管，你给我把热搜压下来，我有钱，我可以给你很多钱。压个屁呀！你已经被有关部门封杀了。什么？江柔柔、梁墨尘，这是拘捕令，你们涉嫌故意伤人、强奸未遂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现在完了，这下绝完了。事情解决了，我们回家吧。你们不能走！念念，你放过你妹妹好不好？放过她，可能吗？19念，你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他的嘴！多大点事儿啊！姓江的，你是怎么养女儿的？祸祸到我家梁墨尘头上了，还把他送进了拘留所。你们这一家真是扫把星！你这也能怪我们？还不是你家那个儿子心太大，吊着柔柔就惦记着那个19念。我看呀，我们家柔柔就是受他的怂恿，要不然他怎么会去算计19念？你们还倒打一耙！江文瑞，19念是你的女儿，梁墨尘被抓送拘留所也是他造成的。我梁家就梁墨尘一个儿子，他要是出了事，你们全家都得完蛋。这19念现在根本就不听我的呀，再加上有副手给他撑腰，我能怎么办？你去求他呀，你是他的父亲呀。对啊，老公，为了柔柔，你就去求求19念吧。你毕竟是他父亲，他不会真的这么对你狠心绝情的。要江家还是要面子，你自己可想清楚。行，我去求他还不行吗？走。哎。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念念，停，站在那儿，我嫌脏。19念，我是你爸，你怎么跟你妈一样？我早知道你这样，就应该在你刚出生的时候就把你掐死。夫人，哎呀，念念，你别跟你爸计较，他就是这个脾气。还有你妹妹那个事儿，肯定是有误会，你能不能先把她放出来？对呀，19念，梁墨尘肯定也是个误会，你先撤诉，放他出来，然后再慢慢给你解释，可以不？求人就要拿出求人的姿态来，条件呢？对啊，你要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。还真是慈父慈母啊！梁墨尘放他出来可以，但是我要梁氏集团40%的股份。石小姐，你这是在说笑？怎么了？舍不得了？看来你们的父子情深也不过如此吗？19念，你太过分了！就这一个条件，你们同意，我立马给警局打电话放。你们好好想想吧。19念，你还想要什么？难道还要我江氏集团不成？你那个破公司我本来也不稀罕，但那是我妈妈产业，你必须还给我。你们好好想想吧，是要公司，还是要江柔柔的命？那我们的儿子……什么儿子？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？救什么救？他就是要我梁氏集团，你这怎么可能？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你问我，你想用江氏集团去换江柔柔不成？是把公司交出去，我们日后该怎么生活呀？我们重新想办法来对付这……你们还真是没让我失望啊！这梁墨尘和江柔柔被关在警局，一定很想见他们的亲人。那我就行行好，送他们这份礼。贱人，你都录下来了，你是故意的，你根本就没有想放柔柔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说对了。
想试试脑袋被人开瓢的感觉吗？贱人，我是你父亲，你还敢打我不成？19念，他可是你父亲，你怎么能对他动手啊19念，你真是丧心病狂！我命令你立刻放了我儿子，别把我们逼急了，否则的话，傅景琛也保不住你。把你逼急了，你想怎么样呢？傅三少，是19念他自己不检点，勾引我儿子，现在你又把他们送进了监狱，这恐怕做的不对吧？谁都知道是19念勾引我儿子，想上我儿子的床。我不信，可以去查呀。大婶，你有没有自知之明啊？我老公无论是身材、相貌、人品，还是权势地位，你儿子哪里比得上？我放着我老公不要，喜欢你儿子，你是觉得我眼瞎吗？蠢女人，你以前是真的瞎。我老婆什么样，轮不到别人说。她是我老婆，心里只会是我，而且只能是我。至于你们梁家，想必是生活的太好了，需要松松筋骨了吧？傅三少，我觉得你按住他们，丢出去！你们呢？快走！又生气了，又要哄了。一切的致命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？大概是10年前的个下雨多梦的夜里，直到他消失别生气了，习惯了，好不好？就在那天，我突然梦见10年前的自是己。我以前是眼瞎，喜欢过梁莫尘那个渣男，但是现在我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而且梁莫尘那个渣男已经被我送进拘留所了，你至于还为了他生气吗？你喜欢过他，还没喜欢过我，我能不生气吗？19年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。如果我和你1年，如果保持在我也觉得那个怯懦的我，用尽全力的我，还气吗？传学我这首歌。老公，今天这事儿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19年现在无法无天，我们还能怎么做呀？他现在是有傅景琛撑腰，才敢这么狂妄嚣张。可要是傅景琛不喜欢他呢？哎，今天梁太太的话倒是给我提了个醒，一个男人绝对不能容忍被人背叛，尤其是自己的女人。19念是你的女人，我不想做的太绝。可是柔柔，哼，那就不配给我当女儿。你想怎么做？那当然是以牙还牙，也毁了他情。我们就找几个男人把他睡了。不过梁家现在也恨着他，这坏事儿可不能全让我们做了，他们也要。什么事儿？19念，你不是想要公司吗？我可以签股权转让书，今晚8点来随缘咖啡厅。婉婉，派几个人给我。主子，是不是又有不长眼的惹你了？我很快就回海市了，等我回来，看谁还敢动你。主子，夫人那边出了点事，江家和梁家准备开始行动，联合设计陷害夫人。19念呢？他已经去赴约了。长能耐了，派人跟着他，绝不能让他受到一丁点伤害。好。不过好像我不用派人过去了，已经有人去保护夫人了。具体是哪方势力，我还没查出来。有人暗中保护他，不成又是哪个野男人？19念怎么还不来啊？该不会不敢来了吧？别着急，他肯定会来的。19念，咱们约好的是8点钟碰面，你都迟到了1个小时了。那我走。我们答应把公司给你，但你要说话算话，把柔柔和梁莫尘都给我放了。念念，我们这次来是来说和的，
虽然之前有一些不愉快，但我们毕竟是一家人，闹得太难看是会遭人笑话。我们和解好不好？19念，我儿子得罪过你，等他出来呀，我让他亲自登门给你道歉。就这点手段，致人昏迷的还是最低级的。这要是有点底子的，你们就算1瓶都撂不倒对方。买这种药找我呀，我有渠道，只要1滴，就会让对方爬都爬不起来。19念，你既然知道我们要做什么，你还敢来？你胆子倒挺大的。你害得柔柔坐牢，让她受尽苦楚。今天我要让你比她痛苦10倍、100倍、1000倍。把她给我按住，然后把这杯水使劲给她灌下去。石小姐，稍等一下。石小姐，这2个人怎么处理？19念，你想干什么？别过来，这是犯法的。放心，我很善良的，不会要你们命的。不过呢，就是想以牙还牙罢了。你们不是在楼上酒店里准备了那几个人吗？我喂给你们的药，不仅能致人昏迷，还会让你们很爽。19念，你滚！把他们带到楼上去。不要！19念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夫人，请上车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要不过来，怎么能知道傅太太还有这么大的？怎么阴阳怪气的？没有傅先生厉害，我做什么都了如指掌的。19念，你是我妻子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就应该第一个告诉我，而不是别人。再有下次，我就要教训你了。我是觉得，如果我自己能处理的事情，我就不麻烦你了，因为你也很忙。19念，你把我当什么？一个男人再忙，自己的妻子的事永远是第一要事。你是觉得我没有能力保护你，还是你想跟我撇清关系，在乎着有人比我更亲，更让你信任你？傅锦琛，你吃醋了是不是啊？我哪有那么小气？也就这么想吧。让你再跟我开玩笑，疼死了！不要和你说话了，我要睡一会儿。开车。好啦，天亮了，该我们表现了。奇怪了，我打了一晚上，我老婆也不接电话。好了，你就别管他们了，记者都快到了，出去吧。你别急，你往后点。哎，别急别急。江先生，请问房间里面真的是19念小姐吗？我是怎么也不能想到，我的女儿竟如此的无耻，和多个男人开房，私生活这么乱。我为我养出这么不知廉耻的女儿感到羞耻。19念从小就不听话，和多个男人暧昧不清，甚至自己也不知道洁身自好，还牵扯到自己的妹妹，陷害妹妹进监狱。19念也曾向我儿子表达爱意，我儿子不喜欢他，拒绝了他，他就污蔑我儿子。我儿子怎么能喜欢他那个荡妇？大家放心啊，今天我一定好好的教训他。是吗？不知道父亲打算怎么教训我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在这里，难道在这个房间里吗？我看你刚才说的振振有词的，我倒是好奇了，这房间里发生什么了？不如
你把门打开。没什么，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没什么。对，是个误会。小姐也没什么事儿，都散了吧。还是看一看吧，免得让这么多记者白跑一趟。父皇在，把门踹开。是。开。别激动，进。在这，这是江太太和梁太太。别拍了，都别拍了！把你们看到的全都给我忘掉！谁要敢说出去，不然你们在海城待不下去！我说到做到，滚！走！好大的一出戏呀！两位夫人，真是豪放啊！19年都是你搞的鬼！蒋文瑞，收起你的眼神，否则我不介意挖掉你的眼珠子。让开！陆启东，接到举报，有人聚众淫乱。都完了！谁？到底是谁？谁报的警？不好意思啊，是我。作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见到违法乱章之事，我觉得我有义务通知警察。这就气晕了，真没用。好了，热闹看完了，我们走吧。喂，换药了。滚开！你还以为自己是贵妇呢，在这装什么装？看看你这副样子，连我都觉得恶心。闭嘴！你敢砸我？起来！给我下来！还以为自己是江太太呢，江先生早都不要你。你要是不愿意疗伤，自己烂着去。喂，何哥哥，是我。小影，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何哥哥，我快被人欺负死了。怎么回事？我马上过来，谁敢欺负你，我剁了他！小影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江文瑞就是这么照顾你的？哥哥，我不想活了！19年那个贱人把我毁了，还害得柔柔坐牢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咱不哭了啊！这样，我现在就派人把柔柔放出来。至于那个19念嘛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不过现在关键的是要把你的身体医治好，听话，跟我去医院啊！哎，何哥哥，这个女佣她欺负过我。还说让我赖在这儿，拖出去，轮了。我错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好不好？我倒要看，求求您放过我好不好？我求求您了，欺负我的人都会不得好死。19年，你等着。主子，刚才警局来电话说，有个叫何曾的人要求放了江柔柔。什么来头？竟然还让警局专程打电话来说。黑客联盟的人，我调查过。不过就是一个小成员，总喜欢打着黑客联盟的旗号到处招摇，在京城也算有点自己的势力。那就给他点教训，让他别把手伸得太长。江柔柔这个脑坐定。好，老大，你找我？柔柔被救出来了吗？警局那边不放人，而且还放话说让你手别伸得太长。他们敢不放人？冒着得罪黑客联盟的风险，那怎么办？何哥哥，难道柔柔真的要坐牢了吗？小杨，别担心啊，这样我亲自跑样，就不怕他们不放人。大哥，不好了，我们好多条线路都被人端了。什么？谁干的？谁干的？没查出来，但对方警告说让大哥你少管闲事，不然下次杀了你。妈的，别让我查出来到底是谁干的！大哥，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呢？19年，顾景琛，跟你们没完！包起来吧。好，这件衣服我要了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夫人，这件衣服是限量款，
而且只有这一件，这位小姐看上了，要不您再看看其他的。我就要这件，我出3倍的价格，这件衣服我要了。可是，喂，我家夫人说话你没听见吗？这件衣服我们要了，看清楚，这可是黑卡，我家夫人是整个商场的 VIP 客户，买你这件衣服是给你脸了。是，我现在就去给您包起来。19念，有我在，你就别想在这个商场买到任何东西。随时随地身上都要挂着排便袋的滋味，好受吗？19念，你把他给我丢出去！谁敢动他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好在这里巡视。19念，别以为傅景琛来了，我就不敢把你丢出去。你试试。我怎么不敢试？这个商场是黑客联盟的，与傅氏集团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怕你。我是这里的经理，谁在这里闹事啊？经理是吧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是这个商场的顶级 VIP， 你赶紧把这2个人给我丢出去。对不起，石小姐，我们放进了不该放的人，打扰了，把他们丢出去。等等，我是合层的人，也是黑客联盟的人，算起来都是自己人。你为了一个19念把我给赶出去，这样不太对吧？合层算什么东西？赶紧丢出去！慢着 ，VIP 黑卡很了不起哦。这不是你配拥有的。看清楚了 ，VIP 黑卡我有的是，随便丢一把都能砸死。滚吧！别碰我！没用的东西！小雅，何哥哥，19念太过分了！我刚才去买衣服，他竟然让人把我从商场里轰出来。经理还说你在黑客联盟里算什么东西？什么？他竟然敢这样，不收拾他是不行了。我今天我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让他跪下，向你求饶。何哥哥，你人真好。你又在想什么呀？你和黑客联盟到底什么关系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上次在咖啡店保护你的人，也是黑客联盟的人吧？黑客联盟里那个野男人是谁？你跟他关系很好啊，又是保护你，又是替你撑腰的，那我这个老公算什么？哎呀，够了！什么野男人啊？幼不幼稚？他是谁？我就你一个男人，你不许再胡搅蛮缠啊！也不许再吃飞醋，不然不理你了。你最好没骗我。婉婉，查一下蒋颖背后的人，好像叫何曾。他呀，就是最底下的一个小喽啰。主子，他是不是得罪你了？我这就派人去解决了他。小喽啰还挺嚣张的。对了，主子，姜文瑞被何曾的人抓起来了，快折磨死了。另外，我还调查到，姜柔柔不是姜文瑞的女儿，而是何曾和蒋颖的。这么有意思，有好戏了。你把资料都发我手机上。至于何曾，给我绑起来。是。主子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何曾找了一帮人，准备去抓夫人。看来还是没教训够。这样，你亲自去，记得帮我处理干净一点。是。小雅，别先发了。哎，我已经派人去抓19念了。要不多久他就会乖乖的跪在你面前，向你求饶，任你处置。何哥哥，有你出马，我最放心了。什么人？徐副盟主，您怎么来了？何曾，你好得很，什么人都敢惹。徐副盟主，我做错什么了？
19念，你认识吗？他可是整个黑客联盟都奉为王的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跟他作对？既然你这条命不想要，那我帮你收了。学父盟主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那个19念他怎么会？你要不说话，我都把你给忘了。你也别想，把他们全都抓起来。你们俩今天能从这儿活着出去，那就算你们命大。我哥哥，这两个人，我要了。这位的意思是要跟我抢人？本来没有这个心思，但他们眼瞎，招惹了我们夫人，我们绝不可能饶恕。原来你是傅景琛的人，好东西，拐走了我家主人，还有脸跟我抢人？抢人可以啊，不过你得先打得过我手底下的人。动手！傅家的，你给我等着！回去告诉你，少觊觎我夫人。主子，何曾和蒋颖已经被抓住了，正关在地牢。不应该啊，搞得这么狼狈，被谁打的？主子，夫人太过分了，你对她那么好，她居然还是和黑客联盟的人有联系。我一去抓何曾，就和黑客联盟的人撞头了。夫人肯定和他们还有联系，要不然怎么一出事儿，那边全都知道了。行了，你先找医生看看伤吧。是。小骗子，我今晚非得问出来野男人是谁。主子，傅景琛居然让他的手下跟我抢人，太过分了。傅景琛又不知道你们是我的人，有点摩擦也不能怪他呀。那他也太霸道了。主子，你到底喜欢他什么？我喜欢，可能也没那么喜欢吧。不喜欢？那你和他在一起干什么？可能是因为愧疚吧。你都听到了。19念，你可真是没心。夫人，先是说他晚上不回来了，让您自己吃饭休息。完了，他真生气。三哥，你这对19念用情也太深了吧？你看看我，万花丛中过，半片不沾身。滚！哎，三哥，你不是知道19念不喜欢你吗？要不是这，我再给你点几个月，你玩一玩，说不定啊就把19念忘掉了。哎，不是三哥，你拿衣服干嘛呀？都这样了还回家，你就不知道晾晾19念？晾过了，我都挂他3通电话了。有媳妇的男人不能夜不归宿，你没媳妇儿，走了。操，你真是活该被他吃得死死的。不进房间？不了，你早点睡吧。我进书房睡了。你别生气了，行不行？你想让我不生气，那你说你喜欢我呀，你又说不出口。19念，说实话，我对你真的已经够低声下气了，你就不能多喜欢我一点？其实我没有不喜欢你。说什么？今晚你生气走了，我就没有胃口吃饭了，也睡不着。我想了好久，发现你不开心，我就会不开心，
所以我是喜欢你的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喜欢你。说话算话，不许放话。开门，放我出去！我是黑客联盟的人，你们凭什么关着我？开门！何哥哥，小杨，你放心啊，我是黑客联盟的人，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，我一定会安全把你带出去的啊！贱人！19念是吧？我劝你赶紧把我们放了，不然黑客联盟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还没认清现实啊？看来你是忘了，昨晚是谁亲自去收拾的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你和血府盟主是什么关系？黑客联盟的首领戒指。盟主，老大，饶了我，老大，饶了我，老大！你疯了！你叫19念这个贱人什么？你给我闭嘴！何哥哥，你哄我！你不是说你是黑客联盟的人吗？你为什么会怕19念？你不是还说要把我带出去？别说了，老大，饶了我吧！少恶心我！老大2个字，你还不配讲。这些年，你打着黑客联盟的旗号做了多少肮脏事，你自己清楚。联盟是怎么惩罚叛徒的，你应该不陌生。至于你，我给你带了一个人来，很熟悉的人，把人带进来。啊！你个贱人，你背着老子勾引野男人，把老子关起来，折磨老子，老子杀了你！我的好女儿，以前是爸爸不好，听了这个女人的话，爸爸做了很多对你很不好的事情，爸爸知道错了，原谅爸爸吧，以后爸爸会很好的对你的。我的好父亲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？你的脸啊，这么大！念念，从小到大，你不都是围着蒋颖母女转吗？你有管过我？是外公悉心教导的我。你是怎么有脸说出父亲二字的？不过，我早就已经不在乎了。倒是你，你不是掏心窝子的对蒋颖母女好吗？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你是怎么替别人养老婆孩子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蒋柔柔不是我的女儿！你个贱人，你个贱货！给老子戴绿帽子！养个野种！老子杀了你！把人看紧，别让他把人打死。差不多了，就把人送到金三角去。19念，你本事挺大呀，和黑客联盟关系挺好啊。还可以。那黑客联盟，你应该认识很多人吧？也还行。那你告诉我，那个野男人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坦白从宽。哎呀，你幼不幼稚啊？哪有什么野男人啊？不过呢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我就是什么？19念，你转移话题的方式太生硬了。我不想知道你的秘密，我只想告诉你，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都必须告诉我，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，记住了吗？是你自己不听的，可不是我不说的，你可别后悔。放心吧，我不后悔。行了，你休息吧，我去处理一下姜文瑞那件事情。傅锦琛，我都要告诉你我是黑客联盟的首领了，结果你不听。你要是吃醋，可不能怪我。哼，笨蛋。哎，喂，臭丫头，学校今天都开学了，你怎么没来上课？啊，开学了？
我明年一定到，我保证。最好是这样，不然我可要告诉你外公了。我都差点忘了，自己还是一个苦逼大学生。19念，你看你把教室弄成什么样子了，还不赶紧打扫干净，然后呀，去给诗雨姐道歉。你打扰到诗雨姐了。19念，你不是喜欢梁墨尘吗？诗雨姐可是梁墨尘的表妹，你得罪了诗雨姐，梁墨尘是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你是村网通啊？梁墨尘被我关进牢里了，你不知道？怎么可能？被人当枪使的蠢货！你才是蠢货！19念，你信不信我弄死你？19念，你放开我！诗雨姐，诗雨姐，快救我呀！啊！19念，你放开他！你面子有这么大吗？想让我放就放。乔诗雨，看来你这也是想上来送人头，让我教做人呢。梁墨尘的下场，看来你还是没记住。疼吗？疼就对了，记住这滋味。以后你要是再敢惹我，我就连人带猪把你丢出教室。19念，你给我等着！我现在就去告诉老师。19念，你别太嚣张！你把我表哥送进监狱这件事情，我慢慢跟你算。那我等着。你这孩子呀，要么不来上学，一来就闹这么大动静。张小小他妈还在办公室闹呢，有外公来不了，让我来。谢谢刘叔叔，不过也不能怪我啊，是张小小先惹的我。哎呦，妈，就是他打我。就是你打我女儿的。哎，张太太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动手。你让我怎么好好说话？我女儿都被打成这样了。我也听说了，她母亲死得早，有娘生没娘养，所以才是这种教育。今天你们必须把她开除了。哎，你谁呀？找你们刘校长来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们必须给我开除19念。我就是刘校长。哎呦，刘校长，真是麻烦您了。还刻意为我女儿的事儿过来一趟。你想多了，19念是我的侄女，特意为她来的。刘校长，您不能因为和19念有关系而故意偏袒她吧？我告诉你，她给我女儿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伤害，今天必须开除她。据我所知，是张小小先对19念同学做了不好的事情，如果要处罚的话，两个人都要处罚。张同学处罚的更重一点。不可能，我女儿乖巧懂事，您不能因为19念的关系给我女儿身上泼脏水。张小小，我给你一次坦白的机会，你主动说出来，我会看在你是学生的份上宽大处理。妈妈，还是算了吧。怎么能算了？刘校长，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如此偏袒。今天这个事情，你如果拿不出什么证据来，我跟你没完。事情经过是怎样的，你自己看。肯定是19念先做了什么，我女儿才会针对他的。张太太，这里是学校，不是你撒泼打滚的地方，我会按学校的规定处分他的。如果事态严重的话，我还会开除他。不要！刘校长，你别吓唬我，不就是两个小孩闹点摩擦吗？怎么会闹到被开除的地步？你别忘了，我张家在海市也是有头有脸的，还投资了海大实验所好几千万，你就不怕我们撤资？你在威胁？你和他也没有血缘关系，你今天如果开除了他，我张家再投2000万。2000万？张太太，好大的口气啊！傅三少，您怎么来了？老婆，张太太，你刚才威风得很。傅三少，
刚刚都是误会，我不知道石小姐是您的妻子，所以现在事情都处理好了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您千万别跟我计较呀。误会，张太太，你女儿受委屈，你闹天闹地的；我老婆受委屈，你说是误会，别跟你计较。哼，我这人呐，胸襟小，还真不行。傅三少，我道歉，我道歉。事情都发生了，道歉有什么用？听您刚才的意思，你们张家这几年过得很好。傅三少，不，我别紧张，我又不会对你做什么。回去告诉你老公，管公司先管好小家，连妻子女儿都管不好，那他那个公司就别干了。傅三少，我求你了，石小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妈，你怕他们干什么？我们家还对付不了19念的男人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在。张家就交给你了。是。快送我妈去医院！把她带下去，看着她把教室打扫干净，然后去脏水地里、垃圾桶里滚一滚，让她也知道那是什么滋味。不要！刘校长，救我！傅景琛，你放心，刘校长，我给你面子，不会太过的。不过，我不允许他受气。啊，这就好。丫头，你们……刘叔叔啊，我和傅景琛已经领证结婚了。啊？外公知道吗？你这丫头，算了，你们走吧。什么味儿啊？师姐，没事，我已经让人把你妈妈送去医院了。你赶紧回去洗个澡，换身干净点的衣服。19念这次是真的太过分了。他把我害这么惨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你真的要对付他？可我听说他有人保护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就不信他没有落单的时候。美女，一个人啊？眼睛不想要了，信不信我替你挖出来？哟，还是个小辣椒啊！我这样玩起来才够味儿。就是软绵绵的最没劲儿。给哥哥爽一下。我，哎呦，够爽吗？还不快滚！都他妈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今天我要玩死这个贱人！一群老爷们儿欺负我老婆，想找死是吗？拿着，站一边去，闭上眼睛。来吧，哥几个，一起上吧。干什么？给我上啊！老婆，手都脏了，给我擦擦。主子，查清楚，他们是谁派来的？是，带走。才这么一会儿没看住你，就差点出事儿，以后还是乖乖待在我身边比较好。傅景琛，你刚刚只是一点吗？记住了，你老公天下第一帅。带你吃饭去。主子，查出来了，是张家的人。张小小陷害夫人，反而被学校开除，心怀怨恨，所以找人揍夫人。您看怎么处理？我是个遵纪守法的人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至于张
天凉了，那就破产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没忍住。开车。19念，等我拿到你被混混玷污的视频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！哎，你别难过啊，一个海大而已，有什么可稀罕的？妈妈告诉你，我给你报了国外的学校，那可比海大高出很多倍。只要你到时学成归来，那个19念连给你提鞋都不配。好的，妈，我知道了。张小小，你犯了故意教唆他人伤害罪、谋杀罪，现在得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去一趟警局就知道了。小小，小小，老公，小小被警察带走了。还有脸在我跟前提他？我巴不得他死在外面了。名牌包背上，小麻将打上，你给我养出什么样的女儿了？在外面招惹上厉害人物了，咱们的公司完蛋了！老公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因为你们，咱们的公司完蛋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公司不会破。诗雨，小小被警察带走了，你要救救他呀！阿姨，你先别着急，我想想办法。你等我消息。谢谢，谢谢诗雨。真是废物，连个19念都对付不了，还想让我救人？做梦！诗雨，你表哥被判刑了，有期徒刑3年，他的前途算是毁了。19念真是可恶，心怎么那么狠呢？他就是个贱人。对，我记得你和他是一个班级的，对吧？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狠狠教训他，替表哥和小姨出气的。同学们，这位是京大派遣的交换生，以后呢，你们会在一起生活学习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照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婉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念子姐，我想你了。好了，我也想你，别这么黏糊了，快坐。同学们，这个学校的艺术节马上就要召开了，每一位同学都必须报一个项目，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。石同学，你就报国画吧。校长，我也要报国画。啊，好好表现。19念，你是比不过我的，我劝你呀，还是换个项目报吧。唉，乔同学，有自信呢是好事儿，希望你一直坚持下去。行，咱们走着瞧。老大，刚刚那个女生对你敌意好大呀，要不要我帮你解决了？这里是学校，收敛点。哦，知道了。诗雨，你的画这么快就画好了，我们能看看吗？天哪，诗雨，你这画的也太好了吧！那当然了，我们诗雨可是海城画协副理事长的女儿，画的东西能差吗？好，诗雨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妈，你看看，你这哪儿来的？是哪位大师的新作品吗19念画的。怎么可能？妈，他
要是拿这话去参加比赛，肯定得冠军了，我还怎么入围国画协会啊？没关系，等比赛那天我们就去指证他抄袭我的作品，他绝对拿不了冠军。我是海城国画协会副理事长，大家呀只会相信我。没错，妈，你真是太好了。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秦会长上台为我们的获奖者颁发奖品。19念，我这么捧你的场来看你比赛，你能得第几名啊？也就第1名吧。哎，三哥，你这媳妇儿也太自信了。我可是听说这次国画大赛出了一个大神，你看评委席上这些人啊，都是听到风声之后赶来抢第1名的。我媳妇儿说是第一，那就一定是第一。不可能，她要是能得第1名啊，我就倒立洗头。下面我宣布，本届国画大赛第1名19念。记住了，倒立洗头。慢着，校长，我认为19念不配得到这个冠军，他的作品是抄袭我妈妈，也就是海城国画协会副理事长的。我手机里有证据。给你10分钟去查清楚怎么回事。秦会长，您一向公正严明，肯定不会允许抄袭这种事出现在您的眼皮子底下，对吧？没错，你叫乔世宇对吧？既然你说19念抄袭你妈妈的作品，那就把你妈妈叫来。这种事情还是当面弄清楚。我在这儿。秦会长您好，我听诗雨说有人用我的作品参加比赛，我就立刻赶过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我都这一把年纪了，也不想和一个小丫头计较。但是，艺术这条路呀，不允许有一点点肮脏。19念是有天赋的，只是啊，不用在正道上。说得好，国画界容不得一点肮脏，而你就是那个肮脏。傅三少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海城国画协会副理事长，还能诬陷19念不成？再说，她一个小姑娘，画功能比得过我？副理事长很厉害吗？你不如先看大屏幕，再大放厥词吧。我傅景琛的妻子岂是那么容易被诬陷的？我看你们是在找死。秦会长，像他们这种品行恶劣的人，应该是没有资格进入国画协会的，对吧？你品行恶劣，从今天起逐出国画协会，封杀。至于你乔诗雨，既然是海大的学生，那就交给刘校长处置吧。不过，国画协会是永远不会收留你的。乔诗雨，诬陷同学，品行恶劣，记过处分并留校查看，如果再犯，开除。诗雨，诗雨，诗雨！老婆，恭喜你啊！谢谢。就一个吻，我刚刚可是帮了你大忙。哎，有完没完啊？这前面还坐着个单身狗呢。你要不满意，自己打车回去。行行行，好，你们继续啊，就当我不存在。主子，出事了！京市的人来报，傅老爷昏迷不醒，可能有生命危险。侦票和直升机，我马上就到。快！快点！三哥，你放心，傅爷爷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我一定会帮你联系到黑客联盟的首领清九，让他给傅爷爷治病。我要回京市一趟，
你乖乖在家，有什么事情电话联系我，我一定第一时间接听。好。你放心，爷爷不会有事。少爷，您快去看看老爷子吧，他刚刚吐血了，人快不行了。医生，我爷爷怎么样了？傅老爷子的病来得有些蹊跷，我无能为力。如果能找到神医清酒，或许傅老爷子还有救。用尽你毕生所学，必须要保住老爷子的命。至于清酒，我会来找。少爷，外面来了一个女人，自称是神医清酒，前来救老爷子的。黑客联盟首领，神医清酒。啊，不好！傅老爷子没有生命体征了。老爷子，再找，老爷子，人好端端活着，接什么案？你是医生还是阎王？清酒是吗？都叫你神医。我希望你真有那个本事。如果人能治好的话，你什么要求我都答应。你要是治不好的话，今天这个门你就别指望出去了。傅三少，你这可不是求人的态度。还请劳烦三少，把老爷子衣服解开。哎，这两个穴位不能一起扎。闭嘴！你没事了，傅老爷子缓过来了。傅老爷子已经没事了，我再开几贴药，按时服下，5天以后就能痊愈。傅老爷子已经完全康复了。这个清酒身形怎么这么眼熟，像家里那个小女生。枕巾还请打到黑客联盟账户上。时间不早了，我给你安排住处，神医住下吧。不行，救人救到底，老爷子还没醒呢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都会满足你。复活在，带神医去客房。是，请吧。可恶，傅景琛这个大坏蛋，居然还安排保镖，就这么怕我逃了？神医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，我一直在门外。嗯。哼，这样就想困住我，也太小瞧我了吧！主子，人在里面，我们把这里守得跟铁笼一样，他出不去。这就是你说的守得跟铁笼一样？属下该死。算了，黑客联盟的首领，你守不住才是正常的。哎，石同学，国外的高校和咱们海大要进行一次医学交流，医学系呢有一份报告需要翻译成英文。我记得你的英文不错，要不把这个工作交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行吧，我听你安排。好，不过呢，这个工作量比较大，需要给你配个助手。校长，翻译报告我也可以的。我高中在国外待了3年，英文水平还不错，也懂一些医学知识，翻译起来应该会更好点。你？校长，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很多事情，让您失望了。我现在就想为海大多做点贡献，弥补以前的错误，还请校长能多给我次机会。那你就做石同学的助理吧。石同学，你没有意见吧？没事，我听你安排。珍惜机会，好好表现。谢谢校长，谢谢校长。
师学妹，这次要辛苦你了。我们能帮上忙就更好。陆学长，你不用客气。我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，这次的医学专业性比较强，很多东西很难翻译出来，要你们都费心了。没关系的，能帮上忙，我们也很荣幸。而且我刚好也懂一些医学知识，所以只要不是特别难的，我都可以。行，到饭点了，我请大家吃饭吧。我们彼此也第一次见面，彼此熟悉一下。我们去锦书饭店吧，刚好离学校也不远。锦书饭店也太贵了吧，一顿饭下来要5位数呢，都够我2个月生活费了。还是换一个简单一点的吧。没关系的，我有锦书饭店的 VIP 卡，可以随时过去吃饭。我卡上还有10几万，完全够用。今天就让我请大家吃饭吧，以后合作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大家来帮忙。行吧，就去那儿，不过钱就不用了，没有这个道理。不好意思，已经满员了，请问几位有提前预约吗？我是你们这里的 VIP 客户，还需要预约吗？给我订一个大的包厢。您请稍等。不愧是乔家大小姐，果然财大气粗啊！小姐，您的卡只是1级卡，订包厢的话不太行。你看1楼大堂，您能接受吗？我们只要包厢，不要大堂。那您只能以后有空再来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坐大堂也可以。抱歉，1楼大堂的位置也已经被坐满了，几位只能以后再来了。我知道旁边有家店，味道不错，要不然我们去那边。等一下，马上有人来接我们进去吃饭。师学妹，你认识锦书饭店的人啊？19念，如果你只是认识这里的服务员，那他恐怕没办法带我们进去。谁说我只能认识服务生了？19念从小没爹没娘，他能来这里，还能认识这里的高层，可能吗？乔学妹家庭好，教养也好，可是艺术节的时候，还不是连同你的妈妈一起盗窃石学妹的作品？你这么看不上人家，却又处处针对人家，真是有趣。我的人来了。穆少，我是……哎，19念，这带同学下馆子呀？哎，3哥知道吗？别废话了，还有位置吗？我问了。你来吃饭，当然有位置啊。这么多人啊，那要不然去4楼包间吧，又能吃饭，又能唱歌，还能玩游戏。不然到时候3哥又说我苛待你。走。4楼啊，这可是多少有钱有权有势的人都不一定能上去的地方啊！我们居然能跟着石学妹来到4楼。石学妹还真是深藏不露啊，居然认识锦书饭店的老板。有些人打脸了。你滚出去！19念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滚，有你在，影响胃口。原来是这个肮脏的家伙！来人，把这个人给我丢出去！从此以后，不准他再进入我的锦书饭店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哇！19念，你随便啊。我先走了，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，我请客。哦，这里也太豪华了吧！学妹，你和穆总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好像对你还挺上心的。他是我老公发小，我算是他嫂子。什么？学妹，你竟然结婚了？能娶到学妹，对方还真是有福气啊。那什么，别愣着了，点餐吧。喂，3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你媳妇儿都要跟人跑了。什么意思？
啊，19念带了一群人来我这儿吃饭，其中啊就有陆家那个小子。这小子啊对19念态度可不一般啊。喂，什么人呀？话都没说完就给我挂了。复活在，立刻准备直升机，我要回海市。好的，主子。服务员，账单给我，我来结账。啊，不用了，我们老板说了，给大家免单。另外，石小姐的老公傅先生也给各位送了我们锦书饭店的顶级 VIP 会员卡，以后各位随时来用餐，每张卡有300万。哇！傅先生说，以后在学校还要麻烦各位多多照顾石小姐。大家接着吧。哇，学妹，你这是嫁的什么老公啊？这出手也太阔绰了。吃好了吗？我来接你了。你回来了？我马上就到，你在门口等我一下。我老公来接我了。老婆，学妹，这就是你老公吧？对。这也太帅了吧！大家好，我是念念她老公，以后的日子还麻烦你们多关照她了。不，是我们麻烦学妹了。没错呀，而且刚刚的黑卡也太贵重了。第一次见面，总得准备些见面礼，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你们也早点回去吧。拜拜。你这一路上老盯着我看做什么？你今天像个花孔雀。你这是什么形容词？还喷香水了？你也太骚包了吧！我这么做是为了谁？没良心的小东西！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你有面子。你别以为我没看出来哦，你就是吃醋了。是，我是吃醋了。我火急火燎的赶回来，就是怕你被别的男人骗走了。胡思乱想。这能怪我吗？我离开几天了，你又不联系我，又不打给我的，我就忍不住多想了。老婆，我可想你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快回家吧。哎呀，陆学长，报告已经翻译完了，你看一下。师姐们，多亏有你，我们才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任务。啊，还有乔同学，也多谢你了。这样吧，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，我们出去聚个餐吧，好好放松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我就不去了，我没有19念会说话，会讨好你们，我去了只会冷场。知道自己不会说话就闭嘴，你也知道你讨人厌啊。学妹聪明漂亮，人美嘴甜，确实甩你800条街。而且本来就没准备叫你啊，谁要跟你一起吃饭了？乔同学，石学妹是我们办公室的团宠，不是因为她讨好我们，而是因为我们打心眼里喜欢她。至于你，才是费尽心思想讨好别人，没有人搭理，恼羞成怒。哼，学妹，我们走吧。19念，你这个贱人！
们不是针对我吗？我让你们也别想好过。所有鲜血付之东流，我看你们还怎么跟学校解释？怎么了？一脸坏笑。没什么，只是有只老鼠又在搞破坏了。要我帮你解决吗？不用，太容易解决了就没意思了。等我玩够了再说吧。你们谁能告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医学报告提前发出来了？是谁泄露的？说呀！校长，医学报告最终版是19念整理的，都存在他的电脑上。现在被泄露出去，除了他还能是谁？事情还没有定论，能不能别把脏水往石学妹身上泼呀？最终报告本来就在他那儿啊，现在被泄露出去，他不负责，谁负责啊？行了，石同学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如何……校长，你们也太偏心了吧！泄露报告这么严重的事情，你们就打算就这么算了，不追究19念的责任了？就该给他处分，把他开除才对。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是要尽快的挽回损失。你能说话就说话，不能说话就滚。19念，你还有脸出现？你知道因为你医学报告泄露，被人提前发布了吗？我知道啊。学妹，究竟怎么回事？等一下，马上就知道了，是谁把报告泄露了？就是你泄露的报告，你少在这装模作样。19念，你保管报告不力，是要被处分、被开除的。你还有心情在这看电脑？我忘记说了，我的电脑安装了一个小程序，只要一开机，就会自动录像。到底是谁把报告泄露了？看录像带就知道了。我让你们也别想好过，所有鲜血付之东流，我看你们还怎么跟学校解释？乔诗雨，我们究竟哪儿得罪你了？你要这么对我们？你们怎么孤立我的？你们都忘了吗？这都是你们自找的。你们只喜欢19念，不喜欢我，还经常对我区别对待。对，这是我做的，怎么了？有本事你们给我处分啊！够了！不可理喻。乔诗雨，你本来就是留校察看，我给你机会让你好好表现，没想到你做出这样的事情。通知你的家长，我要开除你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咱们海大要被国外的高校笑话呀！刘叔啊，您放心，昨晚乔诗雨泄露报告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拦截了。现在国家医学网那边正在审核的是我们的报告。真的吗？假的？那审核已经通过了。学妹，多亏有你了。好啊。妈，我泄露医学报告，栽赃19念的事情被发现了，校长现在要开除我，我该怎么办呀？你这个蠢货，明知道19念不好招惹，你还想着去算计他。妈，我不想被开除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！好了，别哭了，有妈在，妈会帮你处理好。你等着，我马上就来。行了，校长好。乔太太，你知道你女儿干的好事吧？在来的路上呀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是我没有管教好我们家诗雨，让她呀做错了事，诬陷了石同学。石同学，伯母在这儿给你道歉了，希望呀你能够原谅我们家诗雨，不要和她计较。
恐怕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女儿不光是把脏水泼到石同学身上，她还……我知道，我们家诗雨呀，这次造成的损失啊，我们乔家一力承担。石同学，你有什么要求啊，尽管提出来。你和诗雨呢是同学，也不好把事情弄得那么难堪，你说是吧？那如果我一定要弄得很难堪呢？你们呀都是小孩子，这种事情总要有大人来出面的。我知道你的父母均不在，所以我就给你远在京师的舅母打了电话。我和你舅母是好友，她已经答应不追究这件事了。接吧，肯定是你舅母打来的。我来帮你接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没事儿，诗雨，只要19年还想在石家待下去，就必须听你舅母的话。19年，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？又在外面给我惹事了是不是？我只是你舅妈，又不是你亲妈，天天帮你收拾烂摊子。我不用你帮我收拾，我自己能处理。处理？你怎么处理？你和乔家小姐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，你别逮着不放啊！事情算了。石夫人，您的外甥女被人栽赃陷害，您竟然提出要和解，不知道这件事被石老先生知道会是什么后果？你是谁呀？傅景琛，19念是我的妻子，我劝你，手伸太长了，当心折掉。唉，又是你们两个，看来上次的事情没给你们长多大记性啊。傅三少，诗雨只是一时冲动才做错了事，反正也没伤害到石小姐，不如看在我们两家合作的份上，这件事啊就这样算了吧。傅活在，我们傅家和他们乔家有合作吗？主子，是有一个5个亿的绿化项目给了乔家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。你看我们两家也算是有交情的嘛。和我们傅家合作的公司多了去了，论交情，你们也配？校长，故意泄露医学报告是违法行为，需要承担刑事责任，对吧？对，没错。乔诗雨不仅会被我们学校开除，还要面临起诉。不要，妈，我不要被开除。刘校长，诗雨怎么说也是你的学生，你这样做不是要逼死他吗？再说，不是也没对学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吗？至于要开除和起诉我们家诗雨吗？那是石同学挽救的及时。你们家乔诗雨一错再错，看来乔太太平时不太会管教子女啊，要不让别人帮你管教管教。刘校长，这件事对海大来说也算是一件丑闻，你非要闹得这么大吗？你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刘校长，不如这样，我给学校投资5000万，这件事就这样算了，你放过诗雨行不行？石小姐，我给你100万的零花钱，你看能不能放过我们家诗雨？乔太太好胆量，用100万来砸我傅景琛的妻子，我看你是找死。今天我把话撂这儿了，你女儿的牢坐定。100万，你还是用来找律师吧。刘校长，不如这样，你不要起诉我们家诗雨，我就这一个女儿，她不能坐牢。我们自动退学，那5000万我们还继续投资，这样可以吗？妈，我不要退学！你给我闭嘴！看来乔太太毫无悔过之意啊！我明确的告诉你，乔诗雨我开除定了，而且全网通报打官司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为什么？你就不能变通一下吗？5000万可不是小数目呀！你我各退一步，这样不行吗？5000万多吗？校长，我替我老婆给贵校投资10个亿，请您收着。
哎呀，三少，谢谢，你太了解我的燃眉之急了呀！要谢就谢我老婆吧。那当然了，我得好好感谢这丫头。她今天不仅帮我挽回了这么大损失，还帮我拉到这么大的赞助，得好好谢谢你。刘叔，不用客气，我老公钱多啊，不够还可以再加。哎呀，乔太太，三少说的对呀，你把你的钱还是收好，给你女儿请律师吧。二位，请吧。喊什么喊？走。妈，怎么办呀？我不想被全网通报，这也太丢人了，我的前程全毁了。你现在知道怕了？做事情的时候怎么不考虑后果啊？刘校长做事情应该不会这么绝吧？还要开除你，还要给你全网通报，这一套流程下来，起码也到明天。走，我们先回家，和你小姨呀一起商量商量，就算是压，也要把这件事给压下来。我就不信了，一个区区的校长竟敢得罪我们乔梁两家，还敢给你全网通报的处分。你看他还装呢，笑死我了！装的跟个名媛似的，背地里做的那些事儿，恶心死我了！你们说什么呢？你敢做，还不敢让人说呀？泄露医学报告，还栽赃陷害同学，你可真是不要脸！我呸！哼！你，妈，我完了，今天全完了，他们都知道了。真没想到，这个刘校长，我们刚从他办公室出来，他就发布通告，真是一点余地都不给我们。喂，哎，乔夫人是吗？关于乔世宇同学的入学申请呢，学院驳回了。乔夫人，请重新选择学校吧。驳回？为什么呀？乔同学年纪不大，本事不小，陷害同学、泄露机密这种事情都能做出来，我们学校还真是不敢要。我想除了我们学校，全球也没有一所高校愿意。姐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吧？让你们担心了。19念和傅景琛简直欺人太甚，先是把阿晨送进监狱，现在又这么对诗雨，我看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傅景琛家大业大势大，我们能怎么办？我们两家也不是吃素的。我们联合起来，未必斗不过他傅景琛。而且他不是在意19念吗？就从他那儿下手。怎么下手？19念不是在意他母亲吗？江氏集团是他母亲的心血，我们弄不了傅氏，还弄不了江氏集团吗？总之，他不让我们好过，我们就算是死，也要刮他19念的一层皮下来。乔氏和梁氏正在针对江氏，已经抢走江氏好几个项目，江氏内部也出了点问题。我都忘了公司这回事了，江氏是你在帮我打理。江文瑞被送出境之后，江氏集团群龙无首，我就让复火盯着了。倒是真没想到他们会对江氏下手。这样吧，吃完早餐，我们一起去公司看看。好。哎，你们是谁呀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就敢随便进？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我
19念，江氏大小姐，你不认识啊？我管你什么大小姐，在我这里只认张总。你们呀，还是赶紧滚吧，要不然我就叫保安了。复活，这就是你管理的公司？对不起，主子，夫人，是我管理疏忽了。去，把那什么张总拎下来。我倒是想看看，是谁敢把江氏换姓。滚开！你这人听不懂人话是吧？非得让我叫保安把你们丢出去？行，你等着，我真的去叫保安。你他妈是谁呀？啊，这是我们江氏集团，你敢弄我，我叫保安弄死你！人呢？人呢？保安，人他妈死哪儿去了？我帅死我了！你他妈的，我一会儿让保安弄死你！我，张总，您放心，保安马上就来，一会儿肯定好好收拾他们。还是你懂我。哟，张经理啊，我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你这个草包，还带着人来，你这是要毁了江氏啊！你还知道这里是江氏啊？我还以为改姓张了呢。听你这话的意思是，这是兴师问罪呀。不过，你能管得了江氏吗？你能管得了我们吗？你也配呀！他不配，那我呢？副总，你怎么来了？19念是我的妻子。如果我刚刚没听错的话，你是在质问她？哦，不对，你是在言语侮辱她是吗？没有，副总，我这是19啊，不，石大小姐是您的妻子啊，我不知道，张总，你的意思是说我是在污蔑你是吧？不，副总，我真不知道啊，我。哎，张总，你怎么给别人跪下了？好啊，原来是你们在闹事儿，看我们怎么收拾你们！对。哟，我来的真巧啊，这里好生热闹啊！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看看你们江氏有多狼狈喽。19念，我现在是乔氏的负责人了，你们江氏被抢的项目都是我做的，怎么样，难受吗？乔诗雨，我看你是祸害完学校不满足，开始祸害起自家公司了。这乔氏交给你负责，我看是离破产不远。你19念，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，你们江氏才要完蛋了。张经理是吧？我看你已经得罪了19念，不如来我们乔氏上班。像你这样的人才，我们乔氏一定会重用的。肖小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，张经理，你在我们乔氏的待遇肯定比在江氏只高不低。另外，你看中的所有员工、手下都可以一并带走，我一定会聘用。好，我早就不想在这个公司待了。有您这句话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，我一定为乔氏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19念，你听好了，老子今天就不干了！我祝你公司啊，早日倒闭！哎，有些人啊，连自己的员工都看不住。张经理，你的选择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著名的设计师绿涵小姐，你知道吗？她明天就要入职我们乔氏集团了，有她坐镇，我们乔氏一定会成为龙头企业。至于江氏，屁都不是。邱小姐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绿涵小姐入驻咱们乔氏，那我一定带着我的骨干，一定投奔您。当然。那我这就去通知他们。好。19念，你就要变成一个光杆司令了。
江氏这个大窟窿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补。一群害虫而已，我还得谢谢你，帮我清理了。19念，你就嘴硬吧。等绿涵入职我们乔氏以后，你们江氏休想再找到一个设计师。是吗？那我们拭目以待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咱们走着瞧。夫人，绿涵要是真去了乔氏，恐怕江氏很难在业界立足。要不我想想办法，看能不能联系到绿涵小姐。不用，乔氏请不到绿涵，她只会来我们江氏。为什么？你认识绿涵？还很熟。明天有热闹看。乔小姐，你可真是厉害，竟然能请到大名鼎鼎的绿涵小姐。绿涵小姐据说一直戴着半块面具，从未在大众面前露过真颜。一想到待会儿要见到绿涵小姐，我就好激动啊！绿涵小姐，绿涵小姐你好，我是乔诗雨，乔氏集团负责人，我代表乔氏所有员工欢迎你的到来。绿涵小姐，你以后就是乔氏服装设计部的总监，负责设计部的一切事宜。乔小姐，我什么时候答应做乔氏的设计总监？我有说过要加入乔氏集团吗？哦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已经答应其他公司的邀请了。什么？其他公司？绿涵小姐，整个海城除了我们乔氏，就没有别的公司适合你了。那当然就是江氏集团。19念。哟，乔诗雨，你好像不太想看见我。绿涵小姐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选择江氏集团。论实力，我们乔氏比江氏要强很多啊！怎么？现在知道为什么？徐婉，怎么是你？我本来想低调一点的，可是你招惹谁不好，偏偏要招惹我们老大，那我只好亲自下场来打你的脸。怎么样，乔诗雨，爽不爽？你们耍我？这才哪到哪儿呢？你不是喜欢挖人墙角吗？那我也来玩一玩。说起来，在服装设计界，我也是有一点威望。雪藏一个人，那简直轻而易举。乔氏和19念作对，就是和我作对。如果你们继续选择留在乔氏集团，那不好意思，服装设计界你们混不下去。徐婉，你这么做会不会太过分了？不是你先过分的吗？不是你故意招惹我们老大，我都懒得搭理你。话我就放这儿了。乔氏集团从今天起休想再请到任何一个设计师。老大，我们走。乔小姐，我怎么办呀？你可是答应过要重用我的呀！你闭嘴！重用什么重用？你这个废物还配进我们乔氏？赶紧滚！乔诗雨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敢骗我！乔诗雨，看你干的好事儿！公司才交给你2天，你就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的，一整个设计部的员工全部走光了。你是想气死我吗你？妈，这也不能怪我呀，我也不知道徐婉那个贱人就是绿涵，还和19念关系那么好，我也是被他们耍了呀！被他们耍了？那是你蠢！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你不许再去公司了。妈，你要赶我出国？不然呢？公司已经被你搞垮，傅景琛要是再使点劲儿，我们公司就彻底破产了。把你送出国呀，也许我们还能保住一点资产。妈，我不想出国，你只有我一个女儿，你舍得让我出国吗？不舍得又怎么样？我得保住公司，保住咱们这个家呀！这次你必须走。
乔诗雨，你不是被开除了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听说全球的高校都把你拉入黑名单了。你他妈能不能闭嘴？吵什么吵呀？这里是学校。19年，你去死吧！血，都是血！救护车，快叫救护车！救护车，快叫救护车呀！老大，告诉我，19年是怎么受伤的？是乔诗雨。给我查出来乔诗雨在哪儿！徐姐，乔诗雨现在在去机场的路上，路线我已经发给你了。想跑，老娘要弄死他！主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夫人正在医院抢救。怎么回事？是乔诗雨，他趁夫人不备砸伤了夫人，现在正在去机场的路上，准备逃跑。去医院，你去把他抓回来，我要弄死他！你干什么呀你？马上就要出国的人了，能不能省点事儿？你把19念给打了，这落在傅景琛手里，他能饶过你？妈，我看到他心里就恨得难受。凭什么他19念，处处都能压我一头，害得我还要出国，所以我就没有忍住。你呀，现在也只能出国避避风头。你落在傅景琛手里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啊，妈，我保证，我都听你的。徐姐，徐婉，徐婉，你是为19年来的？你们干什么？我就是打了他，怎么样？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乔家的大小姐，我背后有乔家撑腰，你敢吗？敢碰我们老大，你胆子挺肥啊！我告诉你，别说是你，你们整个乔家都得承受老娘的怒火！干什么？放开我女儿！放开我女儿！你不要乱来，我是乔家大小姐，我大小姐，好了不起！去你妈的！把他们都给我带走！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女儿！放开我女儿！等等，这2个人我必须带走。又是你，这2个人不可能给你，赶紧滚！他们打伤了我们家夫人，我家主子必须要把他们抓回去。如果给你，我怎么回去交差啊？所以今天我必须抢。抢什么抢啊？你家夫人就是我家老大，想要人，滚医院要去。走。夫人，原来是他们老大，黑客联盟的首领，神医金九。你醒了，怎么样？还疼吗？后脑勺稍微有点想吐。可恶，我居然被乔诗雨打进医院了，好气！ 19年，你平时不是挺能耐的吗？你为什么不保护好自己？你知不知道，我差点以为自己要失去你了。我就是睡得迷糊了，有点没反应过来，才被他偷袭了。你不要担心了，好不好？我保证，我下次一定保护好自己。还有下次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好痛啊！你小心点儿。你扶我起来坐会儿。对不起啊，我让你担心了。没事就好。老大，乔诗雨被我抓来了。主子，不得了了，夫人原来是黑客联盟的首领。那个，
说吧，你们想怎么死？三少，诗雨伤了施小姐，是我们的错，我们会承担责任。你想要我做什么，我都答应你，只求你放过诗雨，再给她一次机会吧。乔太太，我们给她的机会还少吗？乔诗雨招惹我们老大不是一件事，污蔑我们老大国画抄袭，栽赃我们老大泄露医学报告，挖我们老大公司墙角，现在还伤我们老大，真当我们黑客联盟是死的？黑客联盟？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是黑客联盟的人？还有副将，敢惹夫人，傅家一定不会饶了你。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们乔家、乔诗雨把我们老大的低调当成了好欺负。我看你们真以为我有个好脾气？对了，你不是说我说什么你都答应？那好，我要你打断乔诗雨的双手双脚，不许有人给他治疗，怎么样？不行，你们这是让诗雨变成残废呀！好呀，那就我亲自打断他的双手双脚，然后再把他扔进监狱。不可以！施小姐，求求你放过诗雨吧！我一定严加管教他。施小姐，看在你舅母的面子上，你就放过诗雨吧。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。舅母的面子上？没错，其实我和你舅母是好闺蜜，她很喜欢诗雨。她要是知道你废了诗雨，她一定会不高兴的。你惹恼了你舅母，施家人还会对你有好脸色吗？听你这么说，好像有点道理哦。施小姐，其实呀，我也是为你着想。实际上，我们乔家与你们石家还有很深的渊源。为了两家着想，你就放了诗雨吧。我劝你还是大事化小，稍微惩罚一下诗雨就好了。我看，要不惩罚也算了，你直接带乔诗雨回去。那感情好，我现在就带诗雨走。好一个乔家，竟然敢仗着我石家的事威胁我石守正的外孙女来了！我怎么不知道我们石家什么时候轮到姓陆的女的说了算了？施老爷子，外公。哎呦，乖，别动，快坐那儿坐那儿。哎呦，乖，都瘦了，你也不知道心疼自己啊。哪有啊，我明明就是胖了。赵家的，你给我听着，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没完。外孙女，这笔账我要跟你一笔一笔算。施老爷子，你听我解释。闭嘴！听见你声音就来气，还不快滚！复活，对，把他们丢出去。还有2个小时内让乔氏集团改朝换代，改姓石。好的，主子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富家小子，你可真能耐呀！这不声不响的就把我外孙女给拐跑了。我要是不来海市，还不知道要被蒙在鼓里多久。外公，别乱叫，谁是你外公？真是的，跟那个富老头一样招人烦。外公，你吓到我老公了。哎呦，你看你胳膊肘就会朝外拐。哪有啊？还杵在那儿干嘛？跟电线杆似的。坐吧。哎，谢谢外公。